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SG 运营部的新任领导。薛总在 SG 的时间比我久，就不用多做介绍了吧。薛总，运营部就正式交给你了。我还要去向董事长述职，我先走了。薛总监，你回来了，恭喜薛总。不用恭喜我。SG 的股票现在正在下跌。秀我的用户量也在下滑，闺蜜星球用户量虽然突破2000万，但那也是因为我们前期的筹备和铺垫，现在又完全停滞不前了。这就是我这段时间离开运营部，你们的工作成绩，我们运营部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恢复末尾淘汰制，你们也应该有一点危机感了。可是。股票下跌跟我们又没有关系，为什么你还在这儿？捅出那么多篓子，你不是应该辞职才对吗？没有陷害同事，没有泄露公司机密，我为什么要辞职？夏言，你是真的以为自己很能干是吗？你之所以今天能够站在这儿，那是因为以前一直有人在背后给你撑腰。从现在开始，再也没有这样的好事儿了。我在工作上没有重大失误，如果你无故辞退我，我会申诉到底。谁说我要辞退你了？那张桌子看到了吗？那就是你的位置。把你手头所有工作交给美琪，业务上的事情与你无关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只需要负责办公室的杂事，同时你还要为出差的同事预订酒店和机票。记住，运营部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不能因为可以报销就随意浪费。你的每一笔预订，每一笔支出，我都要经手核算。要是被我发现有更优惠的价格，所有差价你自己掏腰包。薛宁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所有人，会议室开会，你们每个人都要向我报告最近的工作情况。你就不用来了。为什么会回来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？我就知道都是他搞的鬼。快，拿你复印，急着用。哦。哎呀，赶快把这个打出来，一会儿开会急着用啊。哦，好。夏言，这个需要复印10份。夏言，活动日期改了，所有带有日期的那一页都需要重新印。
夏言，老大让你订明天晚上青州最高级的日料，4个人。那家店至少要提前半个月才能订到。想想办法吧。明天来的是日本庆应大学的教授，很重要的客人。墙头草，随风倒。前几天还巴结你，现在又拿着鸡毛当令箭。也不能怪美琪，她都是按照领导的吩咐办事的。我看她最近也挺愁眉不展的。那当然了，他不但自己买了我们公司的股票，还拉着亲戚朋友一块买。自从上次公司股价下跌到现在，一直没涨回来呢，他能不愁吗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。跌了才好呢，让他们欺负你和徐总。嘘，你还在为公司考虑啊？你想想你自己吧，天天让你干这些杂事儿，你的绩效肯定垫底。连续3个月，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开除你了。现在这种情况我也没办法呀。你快回去工作吧，我要订日料店的。吵什么呢？该干嘛干嘛去。都站在那儿干嘛呢？手里都没活是吗？艾米，我什么我？有话赶紧说，没话出去干活。一个个都学会偷懒了，这都跟谁学的？谁把运营部搞成这个样子的？别说了，我不允许你再说夏野的坏话。他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？你嫉妒他，陷害他，陷害他不成又去陷害徐总，处心积虑把他赶走，就是为了把他研究了7年的算法卖掉。大家都知道徐总是不会出卖 SG 的，出卖 SG 的人是你。说完了吗？我说完了还不走？都出去！要不要去换身衣服啊？一杯水而已，不要紧的。董事长是不是快来了？应该快了。刚才那番话，真应该让董事长也听一听，说不定他会改变主意呢。改变主意？说许成义和林浩联手，这不太可笑了吗？他们2个人是情敌关系，怎么可能扯到一起去呢？你说的对。等签约仪式结束之后，你看就跟董事长好好谈谈。结束再谈，恐怕有点太晚了。就应该早一点让董事长知道，到底是什么人，出于什么目的，一直在 SG 内部搞鬼。你是说公司里面有内鬼？当然了，泄露资料这样的事情，只有公司内部的人能办到。不然你以为当初你请我回来，我为什么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？我就是想看看，这个人到底是谁。有我在，你是不会得逞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泄露资料的人是我是吗？你出现之前，公司一直风平浪静。自从你来了以后，先是用户资料外泄，股票下跌，接着方案泄露，商业机密被盗。你敢说这一切都与你无关吗？薛总，你记错了吧？SG 的风波不是从我进公司开始的，
而是从假账门开始的。刚才艾米也说了，是你嫉妒许成义和夏言，所以你陷害了夏言。可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不得不灰溜溜的离开。你离开之后一心报复，才有了后面这么多事儿。这就奇怪了啊！既然你觉得是我搞的鬼，那为什么又要向董事会担保把我请回来呢？我这么劣迹斑斑，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因为你到底是一时糊涂，还是说你根本就一早想好了要让我来替你背黑锅，所以才不惜动用人脉，也要保证我回到 SG 来当靶子？我在美国这么多年，国内哪有什么人脉？ SG 在美国上的市，股东大部分都在国外，就是因为你在美国，所以一切才显得那么顺理成章。你跟股东的关系，绝对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。当初我头一天刚离职，你隔天就上任顶替了我的位置。你以为这么快的入职速度，正是没有人脉能完成的事儿吗？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能耐，可你把自己说的也太无辜了吧？这次你回来，真的是为了守护 SG 来的？你忘了你怎么跟我提条件的？你说你要当 SG 的首席运营官，许成义对你不错吧？他刚离开你就想抢他的位置，用得着把自己说的这么高尚吗？对你这种利益至上的人来说，我要是不谈条件，你是不会相信我的。你就别自欺欺人了。你一心往上爬，先是陷害了许成义，现在又想来针对我，这样有意思吗？到底是谁陷害了许成义？要用事实说话。你当时焦点访谈呢？你少跟我来这套，这里头包含了你跟几位股东的密切来往记录。真的是很巧，他们几个人都是主张要卖掉算法的人。我待会儿就要让董事长看看你在背后到底搞了多少小动作。你到处散播对算法的不利谣言，你希望 SG 赶紧以低价把算法卖出去，这样你好坐收渔利。可是许成义呢？他不甘心自己多年的辛勤研究就这样被低价贱卖掉了，再加上他有董事长的支持，所以才顶住了压力保出算法，让你不能如愿。于是你被逼无奈亲自下场。你泄露资料，制造丑闻，引发 SG 的危机。你闹得董事会内部人心惶惶，你又挤走许成义，促成这次签约。这种事情光靠臆想是不行的。你好歹像假账门事件一样设个圈套什么的。夏言呢？他不敢来吗？我没让他来。哦，你不敢让他来，是怕大家想起你卑劣的栽赃手段吧？你一边维护着许成义，一边又排斥夏言。这么做也是为了迷惑我吗？我之所以不让夏言接触任何实质性的工作，就是为了不给你任何机会可以在他身上做文章。你在保护夏言？那你为什么把庆应大学的教授请过来站台？难道不是尽快把算法卖出去？当然不是。我之所以把2位教授请来，是因为他们参加了算法的底层搭建，他们能够证明算法的潜力和价值。只有这样才能让你无法轻易得逞。让教授来站台，提高算法的出售价格，不错。薛宁，我以为经过了假账门事件，你应该心里很清楚，你在许成义眼里根本没有什么价值，是可以随时被遗弃的。没想到，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。执迷不悟的人是你，是你不相信人与人之间除了利用，还有真正的感情。感情？你对许成义有感情，他对你有吗？他的眼里只有夏言，你怎么就这么傻？当年我认识许成义的时候，他的一心也只想着你。我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，去挂念一个背叛了自己的人，是不是有点傻？他告诉我说，我们之所以会珍惜感情，不是为了别人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感情有多珍贵。你这一套就用来自我催眠吧。你刚刚说了这么多，说我布了这么大一个局，就是为了要让 SG 尽快把算法卖掉。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购买算法的公司一定跟你有关系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谁会信你这种没有证据的胡言乱语？
他们没有证据，我有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我们 SG 和美国 X 公司的签约仪式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你和你的老公，还有他的 X 公司是如何夺走你前男友的心血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老公，我和 Edison 已经离婚了，而且他和这家公司也没有任何关系，或者就算有，至少我不知道。哎，我说林薇啊，你每句话里面要有多少的谎言啊？我这里呢有2份文件，一份可以证明你并没有离婚，还是已婚人士；这另外一份呢，可以证明 X 公司的真正的持有者就是你的老公 Anderson。林薇，你这是要把 Sedop 卖给你自己啊？真的吗 ？Edison 还有家这么大的公司呢，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。我们俩正在打离婚官司，这个信息对我太有用了，估计我能多分不少财产呢。学长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我在中国都可以查到 X 公司真正的持有者是谁，难道你在美国的离婚律师会查不出来吗？事实上，你跟 Anderson 的公司遭遇了财务危机，所以只能假意打离婚官司，找一个借口，可以互相推诿，为的是拖延还债的日期。事实上，你们是不会真的离婚。谢谢你对我和 Edison 的感情这么有信心。看来我也该做一个相信感情的人。这些年你们的事业纠缠在一起，强行撕裂，2个人都会遭受重大的损失，所以只是计算而已，跟感情毫无关系。学长，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人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。没想到你现在也喜欢说这些家长里短。我管的可不是你的家事，是你在进入 SG 之后的所作所为。既然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过离婚，请问你为什么要回来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就是为了 Sedop。当你发现许成义在美国替 Sedop 造势，当你发现算法已经完成，你觉得只要握住它就可以拯救你们濒临破产的公司，所以你展开了行动，加入了 SG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想太多了吧？我的公司要破产了，所以我回国工作，给自己找条退路，有什么问题呢？别人不了解你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这个人呢，一心只想往上爬，不可能给自己有退路。你居然去了美国，就没想过要回来。你既然有了自己的公司，就不可能再去给别人打工。你不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人，不可能屈尊降贵，更不愿意伏低做小。你口中的我，有雄心有抱负，我这么上进有什么错 ？OK， 有雄心当然没问题，但是有贪心就过分了。泄露 SG 客户资料的是不是你？做空 SG 股票的人是不是你？你这么说有证据吗？如果不是你做空了 SG 的股票，请问你们公司哪里来了那么大一笔钱？我的资金来源为什么要跟你汇报？先不说资金来源，我记得当时危机已经解除了，你完全可以收手回去做你的老板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至少表面上看上去你还是很干净的，没有任何把柄握在别人手上。但是你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太贪心了，你一心只想得到 Sedop。你说的这些我根本没有做过。没做过。这2份文件就是最好的证明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我想得到算法，就是我贪心吗？你应该比谁都清楚，最初我也有参与算法的设计。那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，当时你就已经退出了。不管退不退出，算法里都有我的想法、我的理念在。凭什么你接触过的东西，你就觉得永远的属于你呢？为什么不呢？许成义如果自己能够掌控也就罢了，可是他性格那么软弱，在 SG 这么大的公司里总是被人辖制，他迟早把控不住，要把算法交出去。现在不就是这样的情况吗？就算我不在 ，SG 也会把算法卖掉。与其卖给别人，为什么不交给我？没有人比我更理解算法的价值。所以你就千方百计地陷害许成义，把他赶走，把 Sedop 据为己有吗？我没有陷害成义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告我诽谤？
证据在我的手上。你少跟我来这套，你可以把他们拿给董事长看，我也会去跟董事长解释。我跟艾德森确实没有办完离婚手续，可是我们已经分居了，跟离婚差不了多少，现在也没有任何联系，所以他和这家公司有没有联系，我也无从知道。如果董事长不信任我，大可以取消今天的签约仪式，重新找买家。就算 S 进出尔反尔的新闻让股票继续下跌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你不是 SG 的股东，我也不是。只要董事长愿意为你的诬告买单，承担损失就可以了。现在请你出去，这里是我们的贵宾休息室，你要等董事长，外面等。我告诉你，林伟，不要这么盛气凌人的跟我说话。新洲市采莲路白领公寓501室，听着耳熟吗？没听说过。那你呢？这有什么意思啊？警察在那儿抓到2名黑客，那2名黑客就是入侵闺蜜星球数据库的人。我不管你们是谁主导了这件事，在警察查出真相之前，我希望你们自己去公安局自首。许成义，你怀疑我？你觉得是我陷害了你，我在打算法的主意吗？我现在还不确定。连严长军都相信我，知道是林薇在后面搞的鬼，为什么你在怀疑我？你应该是更了解我的。就是因为我了解你，你是那么的骄傲，本应该在离开 SG 之后就不再回来，但是你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除非你是别有企图。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就是别有所图。我在得知有人要害你的时候，我企图帮你，我企图救你，我企图帮你守住最后一块阵地。你自己看看吧，这个证明不了什么。行了，你可以向董事长继续诡辩。董事长怎么决定取决于他的盘算，但是许成义不会再相信你，因为你伤害了他太多。真的是你？不是我。那你告诉我，那段时间你为什么不联系我？为什么打你电话你不接？你说过你不会原谅我的。如果我说我要帮你，你也一定会拒绝吧？你刚才也说了，我是个那么骄傲的人，我不希望我的所有努力在你看起来是在祈求原谅。既然我不需要得到你的感激，那我也就不用上你那儿邀功请赏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都在帮你，你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，怎么现在突然就不相信了呢？因为夏言，我承认是我害了他，我错了，但是你也应该知道，不管我害谁，我都永远不会陷害你。为了你，就算我被全世界误会也没有关系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误会我的人竟然也包括你。对不起。你不用说对不起，你不欠我的。这次我回来，我想做的，我该做的，我能做的，我全都已经做了，我也不欠你了。我不用继续留在这儿了。其实你不是非走不可，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首席运营官，这不是你一直所期待的吗？你真的觉得我在意的是职位吗？将功补过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在 SG， 我没有任何遗憾了。
徐总好。夏言，不，夏总监，你真是太棒了！这次多亏了你和徐总力挽狂澜，这都是大家的功劳。今天晚上我们庆祝一下，我请客。美琪，你的股票都解套了。终于松了口气。你看，哎，那天听到徐总说我们的算法要无偿开源的时候，我都吓死了，以为这下完了 ，SG 连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没有了。不过现在一片利好啊！网络时代的逻辑思维跟过去不一样了。囤积居奇虽然能高价卖出，但也只是短期的收益。只有建立一个稳固的平台，开发共享，才能实现长期的发展。现在我也懂了。不过徐总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不光人长得帅，眼光也那么不一样，难怪薛老大一直那么敬佩他。也不知道薛宁现在怎么样了。哎呀，薛老大那么能干，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的。过段时间我们就能听到他的消息啦。徐总、夏总监，我们真是爱死你们了！接下来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夏总监入职，好不好？好！夏总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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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忙吧。向着太阳就有方向，逆风飞扬，得漂亮，投射自己最明亮的光。我们的闺蜜星球今天上